高考发挥超常怒超校花，702分，成为全省第一。校花嘲笑我分考的高又怎么样？该穷还是穷，我不装了，我摊牌了。看见全市最高的那栋办公大楼了吗？那是我家的。就连你爸开的那辆迈巴赫也是我家的。高考分数刚出来，我失恋了。我看着手机聊天页面上许白那嘲讽的分手消息，气得我想要化身贞子，顺着网线去取他狗命。一个688，一个692，你们俩这稳上北大呀？班级群里热闹一片，99加消息闪烁不停闪烁着，所有人都在祝贺许白和陈真真，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羡慕他俩再能在北大双宿双飞。你们有谁知道钱多多考了多少分吧？谁关心他呀？就他那个常年全校垫底的成绩，能考上大专就要烧香拜佛了，说明现在已经准备进厂打工了。我看着聊天界面不断跳出来的冷嘲热讽，叹了口气，没办法，每当陈真真被人夸一句，那么总会有一群陈真真的舔狗团要上来咬我一口。看着手机上没有分数没有排名的查询页面，我默默关上手机。忽然我的手机一震，是我爸的电话。闺女查到成绩了吗？我简单嗯了声，声音有些沉重，似乎是听到我的情绪不好。我爸料定我没有考好，于是沉默了一阵之后开口安慰道，没事啊闺女，大不了咱们再奋斗1年，不考了吧，我已经选好学校了，就我这成绩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我爸叹了口气，似乎认命了，无奈地问我是哪所学校，他好提前帮我打点。我沉吟了片刻，慢悠悠地开口道，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成绩出来的第2天，班长发消息让我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刚一进班，所有人的视线就齐刷刷地看向我，随后一阵嬉笑。钱多多，你查成绩了吗？怎么样，分数够不够上大专？陈真真的第一狗腿站在他身后，讥笑着等着看我笑话。不止他一个人，所有的同学都向我投来的讽刺的目光，看着我的眼神就如同在看泥坑里的烂泥。人人都说还没出柜子，怎么就你钱多都格外不一样，家里又穷成绩又差，就是个进厂搬砖的命。至少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像某些人长得又丑嘴巴又臭，一辈子都只能当人家的舔狗。没想过我会反击，说话的人顿时憋得满脸通红，想要上前跟我对骂，却被陈真真抓住了胳膊。行了，不要再说了，多多没有考好，心里肯定也很难受，大家都少说几句吧，毕竟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我看着陈真真，只觉得面前好大一朵白莲花，放任疯狗咬人，最后自己出面阻止博名声。他用这样的手段将自己成功包装，成立一个家境殷实、善良、美丽大方的天使。所有人提起陈真真，都会由衷的感叹一声，长得好看，成绩也好，是当之无愧的笑话。反观和他长相分庭抗争的我，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真真有多么美好，我就有多么差劲。多多，你手上戴的那个肘子，我好像之前没见你戴过，没完了是吧？我刚要坐下，陈真真就要开始作妖，我没理他，毕竟美女从不跟丑人争高低。哎，真真，你手上这个玉镯是新买的吧？怎么之前都没见你戴过？我不接茬，不代表没人接茬，舔狗团们从不让我失望。陈真真微微一笑，扬起手上的这个镯子，缓缓道，这个镯子是我爸看我考得不错，奖励我的礼物，不值什么钱的。哪有玉不值钱的？这个镯子应该很贵吧？有人凑了上去，看着陈真真手上的翠绿的镯子，不停地感叹。陈真真只是笑着摆摆手，说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将话头转到了我这里。陈真真舔狗团向来撑得起我，钱多多，你手上那个镯子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一天到晚学我们真真，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本，就是血人精，不要脸。我看了眼手上的镯子，由远远的瞧了一眼陈真真手上的镯子，笑死。那镯子俩我家保姆都不戴，况且有拿帝王绿翠翠和普通玉比的吧？我觉得我手上的北京 CBB 套房受到了侮辱。怎么，他陈真真戴了玉，敌人就不能戴？那是不是他穿了衣服，所有人是不是都只能光着身子上街？我发了个白眼，成功惹怒了一种舔狗团，见说不过我，有人想要上手来抢我的玉。陈真真在一旁冷眼看着，没有丝毫要阻止的意思。几个人一起上前，我阻拦不及，被人一把将我手腕上的镯子扒了下来。领头的女生拿着我的玉镯，站在椅子上，嬉笑着把镯子举过头顶，笑着道，快看，钱多多的假镯子。钱多多，既然是个假的，我要不帮你摔了吧？那女生做事要将镯子丢下去，所有人都以为我要抢，可我却双手抱枪，出奇的淡定，你随意，反正这镯子也不贵，北京 CBD 套房而已。我话音刚落，人群之中便爆发出一阵笑声，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气急了再说胡话。毕竟高中3年，几乎全校都知道我家住在乡下，靠着几亩果园养家糊口，穷得叮当响。钱多多，你是不是考得太差，看到成绩受刺激了？就你还北京一套房，这镯子要是真的，我当场把这镯子给吃了。拿着我镯子的人耀武扬威，丝毫不相信我对他的警告。所有人一句接着一句的嘲讽，甚至有人起哄，让他现在就摔掉镯子。这时，人群里一个一直没有说话的男生盯着我的镯子，缓缓开口道，等等，这镯子好像是真的。说这话的人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陈卓，趁人的女生愣神，陈卓一把从他手中夺过镯子，小心端详之后道，没有好像，这镯子就是真的。陈卓家是开金玉店的，每天和玉打交道，家境很好，他说的话没人会不信。陈卓，是不是你看错了？这镯子怎么可能是真的？那女生不死心，立刻追问道。陈卓看着他皱了皱眉，似乎有些不耐烦，你是在怀疑我吗？说完，他将手中的玉镯递给了我，我接过玉镯倒了生血，
却发现他的眼神看着我上下打量，就算是真的，肯定也值不了几个钱。见自己被打脸，那女生不服气的都浪着。我拿着镯子走了过去，将镯子递到她面前，是干吃还是直接吞？要不我帮你沾点醋。那女生对我气得满脸通红，憋了半天憋出了个女字，行了，开个玩笑而已，多多你别太过分。陈真真又及时站得出来，展现着自己的善良。我勾了勾嘴角，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镯子戴到手上，扬声道，也对，你吃不起。那女生被气得跳脚，却拿我无可奈何。回到座位上，陈卓坐到了在我旁边的位置，我其实挺诧异，陈卓居然会帮我解围。我对陈卓的印象不算很深，毕竟3年都没说过几句话。作为全校唯一能和许白并列称为双校草的人，陈卓无论是从长相还是家世，甚至连学习成绩都称得上是优秀，就是平日总冷这个脸，沉默寡言的。我对他唯一的印象是曾经在我被那群舔狗为难时，陈卓替我解过一次围，总之是个好人。钱多多，你家其实很有钱对吧？他忽然开口，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仿佛把我直接看穿，居然被人看穿了。我看着他的口气，不装了，摊牌了。我只想窗外那栋全是标志性的高楼，对他认真道，看见那栋大楼了吗？其实那是我家的。空气之中仿佛飘了一种名为沉默的气息，我甚至可以听见头顶飘过几只乌鸦叫的正欢。呵呵，我感觉自己被赤裸裸的嘲讽了。班主任招呼我们去拍毕业照，刚一下教学楼，便看见2辆车，写着某某市电视台的车，停在校门口，车上的人扛着长枪短炮，从车上下来。校长站在门口亲自迎接，看上去阵仗十足。真真，肯定是电视台来采访清北路区生的，你要上电视了。陈真真身边的狗腿笑着拍了拍陈真真的肩膀，哪有，咱们学校靠上清北的又不止我一个人。陈真真笑着摆了摆手，嘴巴上说着谦虚，可实际上已经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对，还有许白，你们俩金童玉女一起上电视，简直羡上旁人。那女生话音刚落，许白便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来到陈真真身边，拉住了她的手。校长让我来接受采访，真真，咱们一起去吧。许白含情脉脉看着陈真真，俊男靓女站在一起十分抢眼。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这对金童玉女发了的白眼。许白这渣男，昨天刚跟我分手，今天直接无缝衔接。当初说好一起考清华，可是谁知道转头就和陈真真选了北大，还嘲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初只是跟我玩玩，转头将我拉黑，狗渣男，祝你俩这辈子锁死。电视台的记者整理好设备，便往人群当中走。校领导领着2人上前接受采访，陈真真的脸上挂着温婉的笑语，顿时让另一个记者眼前一亮。所有人看着被采访的2人都艳羡不已。就在这时，校门口又来了好几辆车，车刚停稳，10几个人便扛着更加专业的设备冲了下来。校长站在门口笑领迎接，十分客气的将人引了过来。那阵仗，不知道以为是哪个明星来学校走红毯了。陈真真已经接受完采访，看到这阵仗，顿时脸上一袭，身边的人也开始起哄。真真，你和许白要红了，看这阵仗，肯定不止一个电视台要来采访你们呢。我站在一旁，理了理衣服，瞟了他眼。陈真真已经拿出镜子开始补妆，似乎是从镜子里瞥见我正在整理衣服，顿时笑出了声。多多，你说电视台会不会是来采访你的？毕竟也不能让大家看到，写正面榜样，偶尔也要播反面教材嘛。哈哈，陈真真话落，无数人都开始爆笑。我没有理会，只是依旧自顾自的在整理衣服。忽然，一只手伸到了我的头顶，有片叶子，陈周将那片落在我头顶上的叶子拿掉，随后自己也理了理衣服。众人正笑着，校长已经领了一名打扮讲究、妆容精致的记者走了过来。陈真真和许白满脸微笑，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上前，准备接受采访。记者姐姐，你们远道来辛苦了。陈真真上前笑着打招呼，女记者也朝她笑了笑，随后礼貌开口道，不辛苦。陈真真与许白已经站在那处，朝她伸出手，等着摄影机对准自己。可谁知道，那女记者却看着2人愣了愣，随后互联反应过来，满脸喜庆的笑着道，你们应该就是钱多多同学和陈周同学吧？我们是某某电视台的记者，专门从外地赶过来采访你们的。你们学校还真是厉害，一个学校包揽了2个第一，这个真是双喜临门。空气之中出现了片刻的安静，众人都睁大了眼睛，惊得下巴快要掉下来。陈真真和许白站在原地，浑身僵硬，伸出去的手就那样尴尬的停留在空中。你们弄错了吧？听到陈卓的名字，许白皱了这眉头，最先反应了过来。谁不知道他和陈卓是出了名的不对头，就是刚刚那个电视台还采访过我们，我们不是来采访清北大学生的吗？陈真真满脸苍白，声音也高了几度。女记者皱起了眉头，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悦。这位同学，我说很清楚，我们是来采访全省并列第一的2位同学的，而且刚刚来采访你们的是区电视台，我们是省级地方电视台。所有人都被震惊在了原地，陈真真和许白更是满脸菜色。并列第一，我看向陈卓，没想到我和他居然考了同样的分数，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女记者有些不耐烦，看向一旁的校长徐校长，你没有告诉那2名学生说今天要接受采访吗？徐校长一愣，看向了一旁的主任，主任也愣住了，看向了一旁的班主任，班主任回过神，立刻从人群之中拽出了我和陈卓，朗声道，这儿，他们2个人在这儿。我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和陈卓一起被推到记者前。那记者看见我2人，顿时眼睛放光，立刻让摄影机对准了我，真是俊男靓女，你
你们不仅学习成绩好，长得也这么好看，你记者一顿天花乱坠。这时校门口又开进几辆车，车门一打开，几人争先恐后的跑了过来。那正常像极了超市抢鸡蛋的大妈，我和陈舟正对着镜头回答记者的提问，便看见几人朝着我们两个人冲了过来，其中一个前先一步上前，直接起开的女记者对着我说道，是钱多多同学和陈舟同学吧？我们是清华招生办的，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够来我校学习。北大教授不甘落后，满脸期盼的笑吟吟道，同学，我们北大特别需要你的加入，只要你愿意来北大学习，你的一切困难，我们都可以帮你摆平，你们弄错了吧？陈卓成绩好这个我们都知道，可钱多多家那么穷，况且他常念垫底，怎么可能会是文科状元？陈真真着急的冲了出来，怎么可能弄错呢？成绩刚出来我们就知道了，钱多多同学和陈卓同学一样，都是702分，全省并列第一。清华大学的教授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显然对这份质疑有些不满。北大教授抢先一步反应了过来，大手一拍，乐呵道后激勃发奋起直追，钱多多同学，我们很需要像你这种有着无限潜力的人才，家里穷不要紧，我们北大可以给你学费全免，还能给你申请国家奖学金，保证你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清华也可以给你免学费，只要你能来，一切都不是问题。好好的一场采访，变成了两校的大型抢夺战，你记者拍得不亦乐乎，高兴地说，电视台之月的热点肯定能火爆全网。同学，给个话吧，你选哪所学校？我选清华，我没有丝毫犹豫。清华的教授高兴得直跺脚，北大的教授心不甘情不愿地问我为什么，那眼神像极了被渣男抛弃的原配妻子。因为我前男友去了北大，我微笑地看向了站在一旁面如菜色的许白，众人一时间心中了然。北大的教授顺着我的视线望了过去，看着许白的眼神之中多了几分幽怨。我在校长主任和班主任的操用之下，将我俩送出校门。校长拍着我和陈卓的肩膀，差点落泪，说我俩微笑真光是学校的荣耀。我和陈卓在一众家长和同学艳羡的目光下走出校门，方才对着我讥讽的同学，顿时看着我沉默不语，眼神是说不出的复杂。考得好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家里穷，笑话身边的狗腿说话了。我都不忍心戳穿他说这句话时不自然的表情和抽搐的嘴角，那副明明很嫉妒但非要硬撑着嘲讽我的样子，真的很滑稽。别这么说，说不定多多可以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陈真真恢复了从容的表情，如果不看他有些僵硬的嘴角，他的确很从容。就算从清华毕业了又怎么样？说不定以后还要给真真你家打工呢。真真脸上的僵硬稍稍有所缓和，随后看着我笑着说，也对，毕竟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真真真说完，一辆迈巴赫便停在了他的面前，他撩起了耳边的头发，动作优雅贵气，看着众人道，我爸爸来接我了，我就先走了，好不容易结束高考，过几天大家一起来我家的度假山庄玩吧，我把地址发在群里，大家一起来哦。说完，他打开车门上车，在一众同学艳羡的目光下，坐上迈巴赫绝尘去。真羡慕真真啊，家里又有钱，长得好看，成绩也好，不像某些人，就算是全省状元又怎么样，毕了一业估计也混不出什么名堂。众人在拉踩声中结伴离去，没人注意到我站在路边看着那已经没影罗的迈巴赫，满脸黑线，我应该没有认错。那辆迈巴赫好像是我家的车，回到家里还没进村门呢，就听见村门口一阵敲锣打鼓。我爸和我奶拉这个横幅等在村门口，看着横幅上我说大的名字，我的脚趾已经在地上扣出了一个梦幻8比大豪宅。姑娘，你真是能给你爸争光，全省状元啊！刚刚电视台在咱家采访了，村委会也给咱家发了奖金，说要把你这个全省状元的光荣史，一天3次，一次2个小时的循环播放。我爸兴奋的一把抱住了我，大手骄傲的拍着我的后背，差点把我刚吃进去的午饭给我拍出来。我爸告诉我，他一开始在网上查那什么五道口职业技术学校时手都是颤抖的，直到搜索页面跳出清华大学的页面，他差点下了没把电脑给砸了。我把北京那边的房子给你准备好了，市中心5套房子你随便挑随便住。我爸大手一挥，直接将钥匙摆在我的面前。但是现在我关心的却不是这个，我围着我家4层高乡村小别墅前后转了一圈，随后看着我爸问道，爸，你那辆黑白拼色的迈巴赫去哪了？我爸似乎也有些茫然，想不想看着我道，我看着陈阿姨出去买菜的那辆，代步的奔驰有些久了，就把那辆车给她开了。怎么了？你要是想要车，爸给你买辆兰博基尼。我做了重媒，陈阿姨是我们家保姆，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家里做工了。她早年离婚，带着2个孩子，现在的2个哥哥都已经在我家的照应下，在美国事业有成。我了解陈阿姨的人品，陈阿姨重人严谨的很，一个人将2个孩子教育的很好，绝对不会做出将车子借出去不打招呼的事情。爸，陈阿姨现在在家吗？不啊，陈阿姨前2天跟我请假，飞去美国看她儿子。我爸似乎看出这其中有事，又开口立刻询问道，宝贝啊，到底怎么了？我抿着唇看着我爸，爸，我今天在校门口看到咱俩那辆迈巴赫了，我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我爸。我爸听完，只是默默掏出手机给陈阿姨打个电话。陈阿姨跟我爸讲，她前2天出过钱，将那辆迈巴赫送去了 Slice Dine 护理，因为人在美国回不来，所以就让自己的弟弟帮他去 Slice 店将车送了回去。我爸挂了电话，我们父女2人自然对陈阿姨很信任，对她说的这些话更是深信不疑，所以现在真相已经很明显了。陈阿姨的弟弟是陈阿姨唯一的亲弟弟，早些年无所事事，不学无术，后在陈阿姨看不下去，就将拜托我爸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我从前曾经见过他一面，依稀记得这个人好像现在在我家旗下的一家度假村里混上了经理的位置吧。正想着，兜里的手机忽然一震，我掏出手机点开一看，
微信的班级群里，陈真真已经将度假村的地址发在了群里。我点开定位，看着定位显示的公里数上，离我家不过1公里的数字，呵呵一笑，好家伙，头家偷到我头上来了。陈真真她到底是怎么敢的？这度假村也是我家的。第二天一早，我便骑着我奶的老年代步车前往了度假村。见我开着老年代步车出现，班上众人顿时哄堂大笑，又开始忍不住出言嘲讽。钱多多，你丢不丢人啊？你都不会看看这里是哪的，能在这里出入的都是上等人，真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就是听说这里是有钱人的疗养院呢，看看这规模，要不是真真，有些人怕是这辈子也没有资格来这吧。这群人的是得不说话就会死的绝症吗？就这儿还高档，就离谱，我都不忍心告诉他们，这已经是我家规模最差的度假村了。当初建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村里的那些老人没事来这解解梦的。小姐，我们见一个穿着西服的服务员走了过来，我直接顺手将代步车的钥匙放到了他手里，帮我停好车，谢谢。众人见我这样可笑的举动，顿时又嗤笑出声。陈晨晨的眼中看着我露出一抹潮意，随后从自己的手提包中拿出一张100元的大钞，放到了服务员小哥哥的手里。多多，在这样服务员帮忙停车是需要给小费的，不过你可能第一次来这不清楚规矩，我帮你给了吧。陈真真又来借着自己所谓的好心钱来拉踩，一个举动将她的优雅高贵衬托得高高在上，将我衬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乡下来喊吗？真是丢脸。许白走了过来，揽住了陈真真的腰，嫌弃的瞥了我一眼，看着将自己衬托的高高在上的两人，我顿时觉得有些好笑。我怎么不知道我家度假村里还有这种规矩？陈真真当仗是什么？米其林3星餐厅吗？在这个我找优越感呢？我看他俩人不爽很久了，他俩有病吧？陈卓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双手环胸，满脸嫌弃的。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后来看着陈卓眸光一闪，眯着眼睛神秘细细的对他道：骚年，想不想看一出打脸大戏？真真，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随便玩吗？看着度假村里豪华的装修，处处透露着奢侈2个字，一群学生眼中直放光。之前我爸同事请我们一家来这里玩过一次，最低消费都要7、8万呢。咱们这么多人，怎么说一天都要10多万吧？众人期许的目光奇怪的聚集在陈真真的身上，这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挽着许白的胳膊，笑得灿烂，都是一些小钱，不算什么的，大家随便玩，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由我来买单。众人一阵欢呼，纷纷称赞陈真真的大方。见我迟迟没有说话，陈真真忽然上前挽住了我的胳膊，轻易的拉着我，指着不远处的那片高尔夫球场说道：真真，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吧，不会打也不要紧，我教你，提前开眼界，对你上大学也有帮助的。看着他一反常态的样子，我属于无语了。我会不会打高尔夫跟我上大学有什么关系？清华的哪条校规上写了，不允许不会打高尔夫的人入学了？陈真真拽着我来到高尔夫球场，身后自然跟了一群小看我笑话的家伙，多么好的拉踩机会啊，他们怎么可能会放过呢？真真，你看着，其实高尔夫很简单的。陈真真拿出高尔夫球杆，故意摆出姿势，一杆挥了出去，白色的球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抛物线，随后落在地上滚了一会儿，停在了洞口。一群同学连忙拍手惊叹，称赞陈真真的姿势真标准。哪里有，球还没进洞呢。他摆了摆手，随后又打了几杆，又是一球也没中，但这丝毫不影响众人对他的吹捧，只是那变流的击球姿势，一看就知道他刚学不久，也只能迷惑外行人。忽然他看向我，多多，看了这么久，应该很无聊吧？要不你也来打几杆？陈真真说着，将手中的杆子递给了我。你确定要我打？我双手还凶摸脸，漫不经心的看着他。陈真真，我接过他手中的球杆，自然也看出了陈真真眼底那抹从容自若的不屑，他显然想让我在所有人面前出丑，丢人现眼。你还真敢啊！钱多多，你以为高尔夫光看就可以看会啊？而且就算你看会了，以后恐怕也没有机会打吧？看我接过高尔夫球杆，陈真真身边的狗腿顿时狗叫了起来。钱多多，你能不能不要什么事都要逞强？你和真真有可必性吧？许白皱眉看着我，将我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同陈真真之间的攀比。我看也没有看他眼，嘴角扯出一抹自信的笑意，随后摆出标准的技术姿势，挥动球拍。陈真真，这可是你自找的。白色的球如同流星一般被打击到了空中，落地之后滚落几米，最终滚进了洞里。原本吵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我转头看向身边笑容僵硬的陈真真，眼神之中满是挑衅，还蛮容易的。陈真真嘴角抽搐了几下，牵强道：多多，你运气真好，就是走了一次狗屎运而已。你的得意是什么？这些无脑的叫嚣听了我耳朵都快要起茧。我掏了掏耳朵，挑了挑眉，接着又是几杆，杠杆进洞，球场上一片安静。一次是运气，2次是警力，第3次第4次那可就是实力了。这么简单的东西，某些人还一次都打不进，真不知道是怎么有脸在这炫耀的。我将球杆的给陈真真，陈真真看着我的眼里，除了震惊剩余的，还有愤怒和嫉恨。有什么好炫耀的？真真别跟这种人生气，咱们一起去那边玩吧。就是我们一起去泡温泉，别理会这种垃圾。两个女生一走一路围了上来，陈真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现在被我打脸打得生疼，却又不能在人前撕毁自己树立许久的形象，只能任由两个女生将自己拽走，一步3回头的瞪着我，那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我翻了个白眼，明明就是他先找的茬，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做什么10个不赦的事情。许白皱着眉走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高尔夫球杆丢到了一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垃圾桶里的垃圾。钱多多，
你可真是让我觉得恶心，处处和真真作对有意思吗？你以为成为全省状元考上清华能够改变些什么吗？你不就是想要引起我对你注意吗？我告诉你，门也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跟你在一起只是玩玩而已，我对真真才是真爱。我忘了许白，只觉得正男的怕不是脑子有毛病，我当初怎么就瞎眼看上这样一个脑子打铁的王八蛋？你简直好大的脸，别往自己那38码的脸上贴金了，你那张脸就跟茅坑里的分一样，让我看我恶心，你也就能吸引下分坑边的苍蝇。我冷吭一声，上下打扰着许白又发了的白眼，你赶紧和陈真真锁死，就你俩一个茅坑里的分，一个分坑边的苍蝇，你俩天生一段。说完我无视许白那张气得通红的脸，转身离开，回到大厅。陈真真恢复了先前的那般从容，招呼着大家去饭厅吃饭。吃完饭，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去 KTV 里唱歌，却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还有一人惊叫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发现摆在饭厅柜子上的一个瓷瓶倒在地上四分五裂，站在碎瓷瓶旁边的男生显然有些慌张，看着陈真真搀身开口道：怎么办啊，真真，我刚刚不小心把这瓷瓶碰倒了，这个瓷瓶不会很贵吧？瓷瓶碎裂的声音引来了一个身着西服的男人，那男人有些微胖，那张脸同陈真真有3分相似。陈真真见的男人前来，脸上顿时一袭，随后立刻跑了过去，兴奋地喊了一声爸爸。男人脸上露出笑容，摸了摸陈真真的脑袋，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听说只是摔破了一个瓷瓶过后，他笑着摆了摆手，说不知几个钱，没事的，都说了今天大家的消费我来买单，一个瓶子而已，不碍事的。那个男生连连道谢，众人也纷纷称赞陈真真父女两人真是阔气。只有我握着筷子，看着那满地的碎瓷片，心里正在滴血。那对古董瓶子是前段时间我爷爷从潘太行搬回来的珍品，一共是1段，现在一摔了，另一个也就不值钱了。到底是谁把这段古董瓶子放在这里的？不管是谁，今天这事都不会结束的这么简单。走到角落，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众人已经出了饭厅，决定去外面的网球场打打球消失。陈真真和陈父走在最前面，父女二人在同学羡慕的追捧之下昂得脑袋，像极了2只孔雀。穿过大厅，众人正打算往外走，却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瘦高的男人，领着一重穿着制服的服务生走了进来。领头的那男人看着乌泱泱的一众人，忽然皱紧了眉头，随后看向了最前面的陈父。陈父看见男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方才还扬起的脑袋瞬间低了下来，眼神也有些飘忽。您怎么来了？陈父微微弄上前几步，对着领头的人小声说道。领头的男人看着他冷哼了一声，随后皱眉道：大小姐要来视察度假村，我作为总经理，当然要亲自接待。陈真真还未弄明白这是什么情况，还以为这是自家父亲安排的一环，顿时脸上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真真，这个大小姐就是你吧？许白上前看着陈真真满眼放光，在众人眼线的目光之中，陈真真的脑袋抬得更高。可下一秒，领头那位男人忽然笑出声：胡说什么？我们度假村隶属钱氏企业，我们大小姐怎么可能姓陈？总经理一番不屑的话语，像是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陈真真的脸上。陈真真的笑容瞬间沉了下来，看着面前的男人不悦道：你们怎么回事？你们难道不是我爸安排的人吗？你在说什么胡话？我是这个度假村的总经理，怎可能是你爸安排的人？总经理眼神一瞥，就是这一瞥正好看见了站在人群之中的我，他脸上不屑的表情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眼前一亮的惊喜。大小姐，您说您要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带人在门口亲自迎接你呀？总经理大步朝我走来，停在我的面前，满脸阴气。一瞬间，我立刻成为了人群之中的焦点，怀疑、震惊、诧异，各式各样的眼光全部聚集在了我的身上。怎么可能？我知道你看我不爽，但是你也不用雇人来打我的脸吧？陈真真依旧没有弄清楚现代的状况，依旧认为我是故意挑在今天下他的面子。我哼笑一声，走到他面前对他道：我不像你，你是真虚荣，而我是爱装穷。我的确是住在乡下，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家有钱。我们家祖辈是从乡下最贫穷的小乡村走出去的，发达之后他们并没有忘记这片曾经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捐钱回乡修路建房，带着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我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低调，不能忘本。我们家的祖训也告诫我们要诚信做事，低调做人。所以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爸是谁，也从来不同任何人说我是钱氏企业的大小姐。反正人问起来，我都只说我来自乡下，可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我家很穷，一切都是这群人自己想出来的事情罢了。陈叔，上次同你见面好像还是3年前吧？我看向一旁的陈父，他看着我咽了咽口水，蓝连缠道：大小姐，你怎么来了？我瞥了一眼面色惨白的陈真真，真可怜，被人当众打脸。不过这一切可都是他自找的，我不来怎么知道我钱家度假村改姓陈了？陈叔，我爸的车子开得还顺手吧？我嘴角带笑，可眼神确实冷冽一片。陈父浑身一抖，差点没给我跪下来。我朝他伸出手，让他把车钥匙交出来。他擅长微微双手将车钥匙交给我。我看着他一字一顿道：不经过他人同意就擅自开走车子，你这种行为叫做偷。还有是谁让你擅自把度假村清场当成私有东西的？我爸当初看待你是陈阿姨弟弟的份上，给了你一份工作，可你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你仗着你这个经理的身份捞了多少油水。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说什么，那是看在陈阿姨的面上不和你计较。陈父满脸惨白，同陈真真一样一动不动。我让总经理清算今天所有人的消费，一共是135300，我将账单放到了2人面前。
陈富称长微微的接过账单，他原本想着今天总经理不在，借着自己经理的身份帮自家女儿撑撑场子，之后再找个由头随便报一笔账，将今天的消费全部补上，可谁知道你被开除了，现在请你结清这些账单，然后收拾东西离开。我还凶毫不留情地说道，你凭什么开除我爸爸？陈真真紧咬着下唇，愤恨地盯着我，似乎我是坏人，而他受了委屈，凭我是前世的大小姐，未来前世的接班人。我朝着他逼近了一步，掉到没到？我差点忘了，刚才有人打碎的那个股东瓶子，你说你赔来着，那个瓶子是一段，一起一共180万，现在一个摔碎了，另一个也就不值钱了，所以现在你要付的不止这13.5万，而是19850003。陈真真吓了一屁股，摔倒在地上，他身边2个狗腿早就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看戏去了，生怕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众人顿时一哄而散。原先位在陈真真身边的那群狗腿更是跑得比谁都快，你这个汉人精！陈父一巴掌扇到了陈真真的脸上，陈真真捂着脸嚎啕大哭。他是真的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现在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陈父丢了工作，还要承担一大笔天价赔偿，程家卖了房子，但这钱依旧不够，无奈之下，陈父想要找到陈阿姨求情，可陈阿姨听说这事之后，就直接给我爸请了长假，待在美国一待就是半年，让他自己承担后果。许白在从度假村回去的第2天，就发微信同我道歉，话里话外都是想要再去前缘，可却被我转手拉黑。至于陈真真，因为家中欠的巨债，那张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被陈父撕得粉碎，连夜送他进城打工赚钱还债。2个月之后，我站在清华大学校门口，同城着大眼瞪小眼，你怎么也在这儿？我抽了抽嘴角，我还以为这家伙会去北大。陈周拿过我手中的箱子，乱不经心的打个哈欠，一双桃花眼直勾勾的看着我，朝我吵没笑，我来抱大腿，全问完姐。